此刻只有中国人才能理解我在俄罗斯尼布楚的心情。自驾来到俄罗斯，我在行程路线上看到这座城市的名字尼布楚，那一瞬间好像有电流从身体里涌过。历史课本中尼布楚条约里那个遥远城市的名字活了起来，我要去这里看看曾经的中华故土今日是何面貌。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俄罗斯小城尼布楚，这次我们开着自己的中国车来到这儿，可是经历了9981难，太不容易了。要知道，如果是在康熙年之前，我们中国人来到这儿可是不需要这么麻烦的。1653年建成，尼布楚对于俄罗斯远东地区来说是一座不折不扣的老城。到达这里之前，我幻想中厚重的历史文化气息与繁华热闹的街道被眼前的景象代替。白雪点缀下，整齐的小木屋勾画出一幅静谧的冬日图景，俨然如一个童话世界里走出来的孩子，脸上写着单纯天真，不谙世事。孩子是没有过往的。史书记载，尼布楚原为蒙古族游牧区，如今这里最具历史意义的建筑却是一栋沙俄时期的大庄园。除此之外，原始淳朴的小木屋随处可见，大量荒废无主的房屋都在诉说着这座城市的衰败颓废。现在的尼布楚果真与300多年前毫无关联了吗？我终于找到了一家布里亚特餐馆，其实就是蒙餐馆，一碗饺子一碗面，都说填饱了肚子不想家，吃着吃着我却更想家了。时间改变了一切，而食物却铭记着。我的饺子不香了。听说尼布楚博物馆是外贝加尔地区最大的博物馆，这一地区的出土文物中能看见中华民族文化留下的印记吗？下一集和我一起去看看。在康熙年之前，这个地方曾经是属于大清版图的一部分。我们尝试着在这里面看看能不能寻找到一点蛛丝马迹。曾经的中华故土，如今的俄罗斯小城，它的名字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听说过，但却没人知道它的现状。上学时我们都曾背诵过中俄尼布楚条约，1689年后，尼布楚便在我们的视野中渐行渐远。自驾俄罗斯极寒之路，我决定在这座不曾出现在任何旅游攻略上的小城里停留几天，感受一下尼布楚在今日俄罗斯发展的好吗？我能在博物馆里如愿见到尼布楚条约吗？已经全部住满了，连续看了几家都没房了。来到这座小城呢，好不容易找到了当地的一家唯一的一家3星级的酒店，这也是当地条件比较好的一家酒店了。一座城市仅有3家酒店，足以说明尼布楚活力欠缺，商业并不发达。我们进入俄罗斯的时候，海关的小哥还反复提醒我们，来到俄罗斯要注意安全。我们车上的行李以及车前面的这个猴爬杆都要好好的注意，遇到小偷这些东西全部都会给人偷走，以前都没担心过的问题。就简单吃点，中午就吃点披萨。这天就有那么热吗？都吃上雪糕了。超市里头都有的卖，那肯定就是有吃的。这啥意思啊？真灵！哎呀，两颗大牙都快冻掉了。简单吃完午饭就直奔尼布楚博物馆。对于中俄边境有着重要历史意义的珍贵资料，尼布楚条约会在这里向公众展示吗？尼布楚这个博物馆呢是需要门票的，一个人是11块钱。OK，Thank you。还为我们准备了中文的解说图册。这个尼布楚博物馆，它是整个外贝加尔地区目前最大也是最古老的一间博物馆。我们在这里呢就能看到过去这片土地上的先民曾经在这里生活留下来的一些痕迹。在康熙年之前，这个地方曾经是属于大清版图的一部分。我们尝试着在这里面看看能不能寻找到一点蛛丝马迹。进入博物馆后，我开始了寻找。100万年前就已灭绝的猛犸象象牙等都有展示。我心想，尼布楚条约签署才短短335年，必定不会被抹去痕迹。猛犸象是生活在距今几百万年前巨大的庞大的生物啊，那个时候叫大冰期，就是整个地球上的环境都是挺冷的，这种动物是喜欢生活在寒冷的环境中的。因为地球变暖，大量的猛犸象在短时间内快速的灭绝了。很多的猛犸象的遗体啊、尸骨，它们是被封存在永久冻土层中的，它们尸骨被挖掘出来的时候，都还是有的时候保存着刚刚去世时候的一个状态。现在已经距离它们灭绝已经有上百万年了，毛发都能够栩栩如生。找了一圈并未发现尼布楚条约的踪迹，于是我直接向工作人员询问他在这里是否被展出。
找这个工作人员问一下，看我们能不能看得到啊。说这个影音版的这个尼布楚条约正在其他地方展出，不在这里了，所以我们这次来没有这个缘分能够看得到它。虽说没能看到尼布楚条约，实在太遗憾了，但这座博物馆里展出的许多文物一样能印证这片土地曾经与中华文化有着剪不断的渊源。龙这个文化形象在中华民族是共同认知的。这个地区的话出现这个龙头雕塑，这个咱们中华文化曾经辐射到外贝加尔地区的一个佐证吧。看上去它也比较的粗糙，工艺不是很精湛，这更说明了这个地区它是远离中华文化核心区的，但也同样受这个中华文化影响。这里还展出了几枚铜镜啊，有没有看到？清晰可见几个汉字“状元及第”。这几枚铜镜都保留的还是比较的完好，工艺感觉也是比较精湛的，是琉璃还是玛瑙类似的这种桌饰文化。这边展出的很多出土文物里面都会有以前人民生产生活方式的一些印记，比如说这里有很多的箭头，还有渔猎的工具，说明这个地区千百年来呢，当地的居民都是以渔猎的方式来生存的。据说这片区域曾经是成吉思汗兄弟之子的领地，也就是说曾经是蒙古文化的一部分。中原文化的一些铜器、青铜器，大量的就是弓箭呀、箭头之类的铁器，也足以说明当时也是这个和中原文化的交流也还是比较的通畅的。在这个展馆里头，我发现了一件很特殊的衣服，其实这个就是生活在远东地区的赫哲族他们做的那个传统服装，用鱼皮制作的。现在咱们在东北那边有赫哲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其实这几个民族在远东地区呢也同样分布着有，只不过可能就是当年的尼布楚条约划分的这个国境线，那他们这个民族呢一部分生活在中国境内，现在如今一部分生活在俄罗斯境内。这个柜子里面展出了当地的萨满文化的一些服饰还有用具。在这个大兴安岭这一片区域，蒙古族啊，还有鄂温克族、赫哲族这些民族都是深受这个萨满文化影响。萨满文化其实到现在基本上都已经失传了。我在这边看到了一个展柜啊，里面展示的这一幅呢，就是一个藏传佛教的唐卡，以及下面呢还有一些非常精美的佛像，以及藏文写的这个佛经。在这个外贝加尔地区呢，长期生活着主要民族其实是这个布里亚特人，也就是蒙古族中的一支。他们其实传统以来都是信仰的是藏传佛教的，这个展柜就能充分的证明他们这个民族的信仰。其实这个唐卡呢，最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这个唐卡的中间的这个佛像的面容，它并不是传统的这种佛祖的面相，而是一个中原人的一个五官特征。这个在唐卡中呢还是比较少见的。这个展柜展示的是布里亚特人，也就是蒙古人服饰。最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双靴子啊，一双皮靴，看上去就是非常保暖，冬季是非常的寒冷。这个皮靴是非常精致的。现在我们从尼布楚博物馆已经出来了，接下来看看这座小城如今的面貌。尼布楚这个城市应该人口不多啊，所以看到路边的房子基本上都是这种2层的居多，然后也有相当数量的那种传统的小木屋，就像以前看的童话里面的小木屋，森林里面的小木屋那种小房子。然后这边的街道也比较窄，而且我发现这是一个没有红绿灯的城市。白天的话，路上还能看到有些人出门活动，晚上基本上6点多、7点之后就很难看到路边有行人了。尼布楚博物馆里展示着上至几百万年前，下至近代的历史痕迹，但唯独缺失了尼布楚条约有关的这一段，令人遗憾。历史终究是历史，并不会因隐藏而被忘记，只会因展示而被正视。立于历史的基石上，我们的此时此刻也是后人书中的历史，所以不必为过去太过悲伤，而新的方向才是未来。